这是我们在奥地利的第一天，奥地利明显比瑞士的那个流程还凉，好舒服哦。我们要左转，对不对？一出来就看到一个超大的彩虹旗耶，超赞。叔叔，你怎么订了那么时尚的饭店？因为我觉得很近又便宜，就订。像里奥纳多是我们住过最大间的吧？真的连锁的吧？可是我在欧洲没有住过里奥纳多。奥地利人，奥地利。贩卖机有中文诶，超贴心的。这个就是记得要打卡的意思。打卡，然后打卡机就在后面。进站都要打卡。蓝蓝的小机器，没有打卡你还是算逃票哦。哇，这教堂好华丽哦！漂亮吧？哇，又是哥德式教堂了。我们现在在圣斯德旺主教堂。然后我觉得这教堂最特别的是，它很像科隆大教堂，它只有一根，然后也是哥德式的。然后你看它最厉害的是它上面的图腾。位在维也纳市中心的圣史蒂芬主座教堂是这座城市最具代表的地标之一。高达136公尺的塔尖，在中世纪时是全欧洲最高的建筑，也被称为维也纳之星。教堂建于12世纪，融合了罗曼式和哥德式建筑风格。走进教堂，挑高的拱顶和精致的雕刻令人惊叹。屋顶上七彩琉璃瓦拼出奥地利的国徽和维也纳市徽，从远处就能一眼认出。进来教堂后，要先前往就是参观地下洞穴，然后地下洞穴是需要门票的。在壮丽的圣史蒂芬主座教堂下方，藏着一座神秘的地下墓穴。沿着狭窄的石阶往下，就能进入哈布斯堡王族和教会主教的长眠之地。这里也曾是黑死病时期安置过成千上万的遗体。昏暗的通道、整齐的骨骸和古老的石棺，让人仿佛穿越回中世纪。墓穴参观只能透过教堂的官方导览团进入，每天有多个时段，整个行程约30分钟。整个导览结束后付费，一个人约7欧。因为里面禁止拍照和录影，所以这段我们就无法带大家看画面。但下次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一定要参加这个特别活动，是个会震撼你又充满历史感的体验。就是它其实地下墓穴的话是有时段的，你一定要上网查。那我刚好今天是10点、11点、12点，每个小时都有一个时段。它会在教堂进去大门口的左侧，走到底的左侧有个阶梯下楼的地方集合。然后我们一开始进去其实是看到一个很像地下祷告室的东西，那时候觉得好像还好啊。然后结果一个左转看到什么？就是非常原始的砖瓦石墙，然后拱形的，然后两旁都是，对，然后地势是越来越往下走，对，越来越阴凉，很冷。对，然后那间2排全部都是棺木，放了3层。然后那间之后再往右转，再往左转，就进到比较旧的那个墓穴，然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怕。我们就看到以前教堂的那个焚化炉，说它在烧的时候，那个棺木会崩塌。那他说它叠起来。对。然后里面躺了4具，明显看得出来是一个人的形体。然后这个还不是最惊悚的，是到另外一个房间就会看到很多大骨头啊，然后被叠起来，然后跟头骨全部塞在一起。你喜欢这个墓穴探险吗？我喜欢，我就是喜欢这种考古的活动，你知道吗？现在阿嘎跟小蔡都觉得需要晒太阳，需要晒下太阳。底部好阴哦，超阴，就是整个口超阴的。叔叔，我们要到黑死病纪念柱了，它是16世纪1679年建造的，感谢瘟疫终结的纪念物。有点像是黑死病结束的纪念。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高21米的黑死病之柱，它总共分有3层，第一层是人类下面的，然后天使，然后跟最上面最神圣的圣位，顶端有天父跟耶稣基督的雕像，很亮耶，亮晶晶的。
们现在要去吃很有名的餐厅，然后因为我来不及改成晚上的，所以我们是吃中午的。它最有名的是维也纳的猪肋。Ribs of Vienna。这家店叫做的 Ribs of Vienna， 基本上你只要在任何网络上搜寻维也纳美食的第一家，就是这个。然后它最有名的话，其实是一个100公分的猪肋排。好，我们先来点餐喽。维也纳的第一餐，干杯！我们的第一道是来自奥地利的大蘑菇。阿米。好。是2种经典口味的，你们要先吃什么口味的？我要先吃原味的。好。哦，很软嫩诶，看，还蛮咸的，要配啤酒。那另一个这是什么口味 ？Ginger， 它们是姜的口味。这有种特别的香。叔叔，你最喜欢什么口味？香的吧？黑漆漆的这个。我们到熊布朗宫了，美泉宫。最美的不在这一面。是哦。对，我们先去 Tiki Santa。为什么你像六福村的感觉？我们现在准备进到美泉宫的花园。我们今天买的是 Classic Ticket， 大概是40块欧元。然后除了动物园不能去以外，其他的区域都可以去。我们要见证匈牙利帝国的兴衰。我们现在进入的是神秘花园，是绿色隧道哎。对呀，有没有很酷？那感觉像移动迷宫的那个迷宫。树丛迷宫。树丛迷宫。我妈走左边还是右边？跟左边吧。有吗？没有啦，没有转弯。但这边有个小洞啊。A few moments later， 叔叔，我们现在在最大的一个海神喷泉。海神喷泉哦。对呀，你看最上面有一个拿3叉戟的那个就是海神波塞顿，全部都是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哦。好壮观哦，很大哎。对呀，水池的后面了。对，这是正后方哎。好凉哦，真的。哇！我们即将进入这座华丽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也是奥地利最具代表性的巴洛克建筑之一。宫殿拥有超过1400个房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皇和皇帝佛朗兹一世的起居室，以及当年莫扎特6岁时为皇后表演钢琴的厅堂。如今的美泉宫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无论是漫步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长廊，还是花园中散步，都能感受到昔日奥地利皇室的优雅与权势。叔叔们觉得这家店很华丽。对啊，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这个啊，可以外带回去吃的，装潢很酷。叔叔沙克蛋糕最特别是它有配一个叫做杏桃果酱，我觉得吃起来会有一点点。我觉得一开始不习惯，就是吃了几口以后再加奶油，加奶油，觉得还可以，有综合那个味道。吃到后面就觉得习惯，就觉得 OK。哦，刚好啊，我们刚刚遇到维也纳的同志游行期间，他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好酷哦！对，透过安检就进来了耶，那边感觉是在路跑。跟亚洲人制作我们了，会不会？都没有看到亚洲人。好嗨哦！
我要说这边每个人都是明星，每个人都跳得很开心，看了就很快乐，真的。这是在欧洲最后一个晚餐。你晚餐怎么找到了一个米其林2025的餐厅啊？但是价格嘞？价格我觉得很好啊，跟我们今天吃的乐牌差不多。最后一餐不用看价钱。我这次点的是牛牛的，叔叔的是猪猪的，对，猪肉的。好吃不？我觉得它都有先打过的那一种的。是哦，本来没有打吗？本来的比较脆，这个没有那么脆，就比较松软一点。哦，然后没有猪心，这次都没有猪心了。听说炸猪排本来是牛肉，对不对？对，它 original 其实是牛肉，但是因为他想要让它变得更亲民，所以他就把它做成猪肉。我看它断面秀，其实很像猪诶。很牛的气味啊，蛮咸的。蛮咸的。我觉得吃猪就好了，吃不出来。吃不出来，真的。除了颜色可以分辨出来以外，对，吃不出来是牛。吃猪就可以。欧洲最后一天晚餐，耶！今天我们在奥地利终要为这趟16天的欧洲火车之旅画下句点。从热情洋溢的古都罗马，到风情万种的水都威尼斯，再从米兰过境进入瑞士，我们搭上了博雷纳特快车和冰河列车，登上五湖践行步道，俯瞰马特洪峰，造访雄伟少女峰和铁力士山，亲身体验瑞士的自然和壮丽的景色。16天的行程每天都超充实，时间过得飞快。希望下次再来欧洲不会是这么久以后的事情了。要回家的，哇，那台飞机刚好后推耶，要坐奥地利航空，结束了17天的旅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或是热推影片，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留言来支持我们哦。Stop giving